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的大主题，我们会来关心到美伊战事，川普这一次不忍了，怒轰纳坦雅胡超难搞，而且呢破坏了中东停火84次都破功哦，连盟友都对纳坦雅胡翻脸，选情告急，纳坦雅胡的豪赌到底会把以色列带向安全，还是带向孤立？今天节目会一起来做关心。那么提醒观众朋友，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先帮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区希望跟我们互动，可以写下思敏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看到热推荐记得按下热推了，帮我们增加国际的能见度。先欢迎我们的到场来宾，首先欢迎前立委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今天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等一下再来看。好，我们先来关心到的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14日迎来他的80岁的生日了，在这一天，他特别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大谈美伊的议题。不过呢，非常罕见的事情是，川普这个时候呢，先夸习近平，还夸了普丁。他说，习近平是十足的绅士。并且他也说呢，感谢习近平和普丁在这一次有关于美伊战事当中，美军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是没有插手去干涉的。一方面赞美这2位领袖，另外一方面则是痛批纳坦雅胡。他说啊，纳坦雅胡真的是极其难搞，差点要破坏了美伊的和平协议。除了在他生日这天接受专访大骂纳坦雅胡之外，他在出席 G7 的会议的时候，直接也在公开场合上面来批评纳坦雅胡。我们来看到他说了什么。他说呢，他非常的不满意以军近期针对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这一场轰炸攻击。他认为说，纳坦雅胡在黎巴嫩的问题上面应该要更负责任一点啊。而他也语出惊人的说了，真主党的问题接下来不该由你以色列来解决，问题应该要交给叙利亚来特别做对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 CNN 针对了川普的这一席话做了一些的分析，有关于黎巴嫩的问题，是不是川普想要这么做？ CNN 说，不论是川普希望黎巴嫩南部部署叙利亚的军队，还是由叙利亚军队直接强行切断武装补给线，这2种方法都已经引发了关注，尤其黎巴嫩的内部其实是很紧张的。为什么黎巴嫩会紧张呢？其实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当年的历史，1976年的时候，黎巴嫩内战爆发，叙利亚当时的军队是以维和的名义正式的进入到黎巴嫩的内部。但是呢，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叙利亚的军队还是没有撤离，被视为是长期的一个军事占领。再来就是在这个期间，爆发了数千起的失踪跟死亡案件，让黎巴嫩到现在仍然是无法抹灭当时的集体创伤。所以有关于接下来叙利亚或者是以色列如何控制黎巴嫩的问题，成为当地民众也非常关心的议题。在此时刻，我们看到伊朗外长，我们也知道即将美伊的 MOU 会在19日这一天来正式的谈判并且签署。在这之前，伊朗的外长再次的对川普喊话了，他说有关于黎巴嫩的问题战争的一边分成的是美国跟以色列，另外一边分成的是伊朗跟真主党。所以今天如果以色列继续的占领或者是攻击黎巴嫩，就等同于违反了美伊之间讲好的 MOU 临时协议，呛瞎说美国，所以你有责任要去约束好以色列。我们也看到近期川普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转变，他先前对于伊朗的话呢，这个是非常的强硬的，不断的批评，并且痛诉说他接下来呢要去打倒伊朗的这一些高层但是现在呢，他怎么去形容态度180度的大转弯？他说呢，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也就是新任的最高领袖小哈米尼是可以沟通的务实主义者，这个态度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川普一下子战胜习近平跟普丁，那又一下子怒批纳坦雅胡极其难搞，是美伊的铁杆情谊出现了裂缝吗？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说这些话呢？那川普也意识到伊朗不会在黎巴嫩的问题上面让步了吗？接下来会如何做发展？苑老师怎么看？这个一点都不意外。我比较意外的是，伊朗提出了这14条，然后美国同意了。
我真的是比较意外，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所认识的美国60多年下来啊，从来没有服过软，也没有认过输，更不要说是拿出3000亿啊，什么战后重建啊、赔款啊什么的啊，这个我都没有见过。这14点当中的话呢，大家可以说是因为现在很好检测到哈，那么我就分成3个情况来讲啊，就是我讲的比较阴谋论一点的。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说句良心话，这个川普的话呢，真的是有一点傻。他原来的话呢是想要做的学这个委内瑞拉的模式啊，就一下子把伊朗啊这个政权更迭以后啊，就是又取得了一个大胜利，然后捞了一个大油田，然后这个一切的算盘打得很好，所以说这个以色列总理啊纳坦雅胡啊叫他跟着干，他就跟着干了。美国前面几个总统，从这个小布希开始，到这个克林顿，到小布希、奥巴马啊，甚至连这拜登，就没有一个人没有被纳坦雅胡忽悠过，没有一个人中计，那只有他现在中计。所以说他现在突然呢，就是自己退下来，退下来的话呢，代表非常严重，就是说中东地区不但是只有以色列当霸王，伊朗也获胜了，大获全胜，这是第一点的。那以色列当然非常不爽。那第二点的话呢，这个以色列的话呢，他自己纳坦雅胡目前面对以色列的压力非常大。我们在这个节目中讲过很多次，以色列跟美国之间有亲属关系，但是到底谁是爹谁是儿子，现在我还真的搞不清楚。我一直认为以色列是爹，那现在他讲说哇大骂啊，你这个家伙的话用脏话骂，没有判断能力，那听起来好像骂得很凶啊。但是我要讲第3点了，大家知道以色列是这么好欺负的吗？以色列有3招啊，第一个就是进攻黎巴嫩啊，对不对？然后川普说，哎呀，可以交给叙利亚，黎巴嫩都吓死了，因为一个地狱掉到另外一个地狱里头啊，对不对？就被打得一塌糊涂。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纳坦雅胡现在他自己有生存的压力啊，生存的问题他是无所不用其极啊，那纳坦雅胡会干什么？就把所有的黑资料全部拿出来啊！大家不要忘了，那个川普很怕他的那个罗利岛的事情啊，爱泼斯坦的案啊什么的一大堆。然后第3点的话呢，你认为美国的犹太财团，纳坦雅胡只要一讲说，我双手一摊，我们以色列建国1948年到今天完蛋了，全部被伊朗人吃掉了。你认为以色列人这么好对付的吗？任何人在美国，你不用去美国，你也知道啊，这个事情远远没有结束。所以现在其实呢，有关于这个中东局势，接下来会由谁掌管？其实呢，如刚刚岳老师带我们看到了，其实黎巴嫩自己也很紧张，是不是会从一个深渊掉进另外一个深渊？因为川普说的，接下来由叙利亚来接掌真主党，来去处理有关于真主党的事情。那重点来了，这伊朗会同意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吗？那申委员又怎么看？对，我想其实以色列已经给了川普这样的建议一个回答了吧？就是川普其实在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他的脸被以色列也打肿了很多次了。就他每一次都在讲说黎巴嫩要停战全线停火，可是从来以色列都没有买过单所以以色列这次一样照样没买单，他说没这回事，以色列自己打，不管是针对黎巴嫩、叙利亚或者是加萨，以色列都不会停手。所以很显然的，这个以色列又再一次的打脸了一次川普。那么就如同刚才岳老师讲的，到底谁是爹谁是儿子这现在大概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见证的机会了那么当然老爹骂儿子不无可能，那么儿子背弃老爹也或许会发生。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看川普对以色列究竟有多少约束的能力那么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什么？现在关键问题是，当然川普为了他自己因为对政治人物来讲，最重要就是2种票，不是选票就是钞票。钞票就是刚才这个岳老师讲的，以色列的这个锡安主义分子，他们长期以来这种极右派的犹太势力，一向是美国政客的最重要的这个政治现金的来源什么这个以色列公共政策委员会向来捐钱不手软的。那么，所以美国大部分的政治人物，我要讲不只是共和党、民主党是一样的，通通都被这些极右翼的这个犹太的团体给绑住了。但是关键问题来了，钞票很重要，可是如果没有选票的时候，有再多钞票，你的位置也保不住所以现在很显然的，对川普、对很多美国的政治人物来讲，他们已经强烈的感受到美国国内对于伊朗这场战争的不正义、这个不正当，他们的这种反弹的情绪
更不要讲到说美国的国内的民众对于以色列在过去这段时间为所欲为啊，这个任意的进行种族这个灭绝这样的做法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是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啊。那当然，川普率先在这个临界点上直接表态了哦。但是关键问题就来了，就是川普这样的表态，以色列不买单。那么整个的这个中东的情势要怎么走呢？不外乎只有2种可能了。第一种可能就是川普就当着没看到、没听到，双手一甩，再也不管了。你以色列要怎么打是你以色列的事，反正我就一直骂你，就说你背弃了这个我的这个劝告哦，你这个死性不改，这是一种。那就让以色列跟这个伊朗分个你死我活了哦，因为以色列这样持续的打下去，伊朗不会袖手旁观的，伊朗一定会出手再打的。第二种可能就是美国要不要介入了？美国介入是要帮以色列，还是要帮伊朗去拉住以色列？这到底是哪一条路？其实这对美国来说都是一个很难选择的这个抉择哦。所以其实中东的这盘棋到现在为止，表面上看起来是画下了一个这个逗点哦。但是你说这个故事会不会这个戏会不会继续唱下去呢？这个戏当然会继续唱下去啊。从原本的一个叫做不算停战的停战，到现在一个没有共识的共识哦，那继续不断的在撑这个歹戏拖棚。那么接下来就要看这盘棋里头的3个演员要持续怎么演下去了。好，这个戏会不会继续下去？现在看起来是会继续下去的。原因是呢，纳坦雅胡他已经最新表示了态度强硬的。17号这一天受访，在耶路撒冷这边举行记者会的时候，他说呢，战斗尚未结束。好，他也已经给出了答案。他说呢，以色列将会持续的来进攻，攻击黎巴嫩、加萨跟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不受到任何协议的约束。这句话更重了，他直接说呢，为了以色列的安全利益着想，我知道如何对白宫保持坚定的立场。好，意思就是说，接下来美国不管说什么，他都会保持他认为是对的一个立场。那确实，我们看到在16号这一天，以色列又再度的对黎巴嫩发动了空袭行动，造成4人死亡哦。伊朗再一次的扬言说，再打下去的话，他会做报复，并且他也说了，自美伊达成了停火到现在，以色列方面单方面就违反了协议高达84次，真的是拦不住以色列吗？干哥怎么看？所以你看尼坦雅胡他讲这些话，就代表什么？代表川普你晚上不要睡觉，你会背脊发凉，你知道吗？你叫我不要打是吧？我就是要打给你看。而且从和平协议要签署前到现在84次违反协议，好了，就算前面没有违反好了啦。可是刚签好你就又打了，而且4个人死掉。我跟你讲，尼坦雅胡现在已经变成什么？他已经变成川普的梦魇，因为什么？他要选下一届的总理，他才不管你什么贪污缠身，我不管这些，我一定要选的，不然我政治生命就结束了。所以我很知道怎么样面对白宫。这句话一讲出来啊，你要真的会觉得很可怕。为什么？因为代表川普大哥啊。当然，老实说，到底谁是这个爸爸，谁是儿子还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没有发挥我在美国金融界跟商业界的影响力，那都是犹太人的天下，不要搞不清楚。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他到底他演这出戏，我跟你讲，叫做请鬼拿药单。因为他后来又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你倒不如让真主党自己解决就好了嘛，要不然就请叙利亚来解决，真的是那个真是鬼啊！为什么你知道？大家可能不太晓得，就我们大家刚刚思敏有讲了一下说，其实是30多年来叙利亚军队常驻在黎南，但是呢，他就是来了就不走了。为什么？以为他是维和啊？为什么啊？你们黎巴嫩内战嘛，对不对？那我们也在受联合国的这个请求，我们就近就派维和部队来，结果来了以后他就不走了。战事趋缓，他也不走了，一住就住了30年。你要知道，真主党就是什叶派，什叶派占黎巴嫩人口的多数。以前为了共同的目标，跟叙利亚的目标也一样啊，对付以色列，所以你驻军在这边，我能接受。可是你知道，自从阿塞德垮台以后，2024年2年前垮台之后，那新的总统叫做夏拉他就没这回事了，把这些什叶派通通给赶走，所以其实他们现在是比较不喜欢叙利亚的军队。为什么？因为两边的立场已经不一样，夏拉已经完全倒向了西方了嘛，所以川普才会讲啊，我很欣赏夏拉。我跟你讲，
他这个人呢很精明，很能干。为什么？因为夏拉对他示好嘛。可是不要忘记，叙利亚这个新总统，他还是圣战士出身。对，他也是一个他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圣战士。讲穿了就叫恐怖分子就对了啦。虽然说他现在已经当了总统了，但是你把这个鬼再拿来，我跟你讲，那代表什么？黎巴嫩的人民他宁愿要什么？要真主党，也不要一个叙利亚的新总统来干预。所以川普你历史要念通嘛，那么随便找个鬼，然后最后他说什么？他说尼坦雅胡，因为最近不是他才刚刚打了黎南，不是打死4个人吗？啊，你为了找一个这个真主党的那个恐怖分子，你把整栋楼都给炸了，只为了找一个人，把整栋楼炸了，里面有多少人是无辜的人？对，就像他，你看，就是那个在那个霍尔木兹干，不是旁边有个女子学校吗？被炸死了400人，为什么？他只为找一个 IRGC 的据点，很重要的据点，会来对付我们以色列军队的。所以我们把整个都炸了，把人家学校也给炸了。尼坦雅胡比当年希特勒怎么对付犹太人，你就怎么样对付回去，你也变成另外一个刽子手了。你说是不是？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